注意看，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夜空突然被一團巨大的火球瞬間照亮，巨大的轟鳴聲撕裂夜空，橙紅色烈焰衝天而起，濃煙在幾秒鐘內迅速擴散。如果你剛好看到這一幕，你可能會以為發生了某種重大事故。但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如果我告訴你，這一切其實並不算意外，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它本來就有可能發生。因為制造這團火球的不是戰爭，不是襲擊，也不是什麼神秘現象，而是人類最先進的火箭之一。更離奇的是，它甚至還沒有起飛。沒錯，它死在了發射架上。就在2026年5月底，藍色起源的新格倫火箭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36號發射場進行靜態點火測試時，突然發生爆炸。價值數億美元的重型火箭顷刻間化為殘骸，原定執行的重要發射任務被迫取消，發射設施也遭到嚴重損壞。消息迅速傳遍全球，無數人在討論同一個問題：它為什麼會爆炸？截至目前，官方調查仍在進行，最終原因尚未公布。但當我查閱完相關資料後，卻發現了一個比事故本身更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枚爆炸的先進火箭了 ，NASA 會炸 ，SpaceX 會炸，蘇聯當年的登月火箭會炸，如今藍色起源也炸了。仿佛整個人類航天史都在不斷重複同一個故事：越先進的火箭似乎越容易變成一團火球。這就奇怪了。都2026年了，人類已經擁有人工智能，已經把探測器送出太陽系，甚至已經開始認真規劃登陸火星。為什麼最先進的火箭卻還是總在爆炸？答案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。因為火箭從來都不是一台普通機器，它更像是一場被精確控制的爆炸。你沒聽錯，如果從物理學角度來看，火箭本質上就是利用燃料釋放出的巨大能量，把自己推向天空。而航天工程師每天都在做一件極其瘋狂的事情，他們試圖讓一場爆炸按照計劃持續進行，不能太快，不能太慢，不能提前結束，更不能失去控制。只要有一個阀門動作延遲，一條管路出現裂紋，一個傳感器發送錯誤信號，原本受控制的能量釋放就可能瞬間變成真正的爆炸。所以航天圈一直流傳着一句玩笑話：火箭其實就是一枚方向正確的炸彈。聽起來像玩笑，但卻非常接近現實。很多人可能會問，既然人類已經研究火箭幾十年，為什麼還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？因為火箭面对的本來就是整個工程學最極端的挑戰之一。汽車發動機的工作溫度通常只有幾百攝氏度，噴氣式發動機上千攝氏度，而現代火箭發動機燃燒室溫度可以超過3000攝氏度。與此同時，液氧溫度約為零下183攝氏度。液氢甚至接近零下253攝氏度，也就是說，在同一個系統裡，一邊是數千度高溫，另一邊是接近絕對0度的低溫。材料在承受劇烈熱脹冷縮，結構在承受巨大震動，管路在承受高壓衝擊，軟件系統每秒都在進行海量計算，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，都可能引發災難。而更容易被忽視的是，這次新格倫事故發生在靜態點火測試階段。很多人以為真正危險的是火箭升空之後，事實上，地面測試有時反而更加危險。因為在靜態點火階段，火箭被牢牢固定在發射架上，數千噸推进劑正在系統內部高速流動，發動機進入高功率運行狀態，而火箭卻無法像正常發射那樣迅速離開危險區域。一旦出現異常，巨大的能量只能集中釋放在原地，於是你看到的就是那團照亮夜空的巨大火球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航天事故其實發生在地面，而不是發生在太空。但真正殘酷的地方還不在這裡，真正殘酷的是，越先進的火箭往往越容易出問題。這聽起來似乎不合理，先進不應該更可靠嗎？恰恰相反，因為先進意味着極限。為了提高運載能力，火箭必須不斷減輕重量；為了降低發射成本，火箭必須實現重複使用。為了提升性能，發動機必須工作在更高壓力、更高效率的狀態下。每前進一步，都意味着距離工程極限更近一步。就像一級方程式賽車，它遠比普通家用轎車先進，但故障率也遠高於普通轎車，因為它始終運行在極限狀態。現代火箭也是如此，尤其是重型運載火箭，它們本質上都在挑戰人類工程學的邊界。
如果把整個航天發展史濃縮成一句話，那就是人類是在一次次爆炸中學會飛向宇宙的。上世紀60年代，美國為了實現登月計劃，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資源。後來把人類送上月球的土星5號火箭，被譽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運載火箭之一。但在研發階段，工程師曾長期被發動機振動問題困擾，如果無法解決，火箭甚至可能在飛行中解體。與此同時，蘇聯也在研發自己的登月火箭 N1， 結果連續4次發射全部失敗，其中一次爆炸直接摧毀了發射設施，蘇聯的登月夢想也遭受重創。1986年，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73秒後凌空解體，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。那一天，全世界都在電視機前目睹了這場悲劇。很多人認為美國航天事業將因此停滯。但航天並沒有停止，因為人類想要進入宇宙，就必須承擔風險。進入21世紀後，輪到 SpaceX 登場。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頻繁發射、穩定回收的獵鷹9號。但很多人已經忘記，在創業初期，獵鷹1號曾連續失敗。馬斯克後來回憶，如果第4次發射再失敗，公司可能直接破產。後來，星艦開始測試、爆炸、失聯、解體，再次爆炸。有人調侃，星艦最大的特點就是總能用不同方式結束飛行。但就在一次次失敗之後，它飛得越來越高，堅持的時間越來越長，獲得的數據越來越多，而這恰恰揭示了航天發展的核心邏輯。普通人害怕爆炸，因為爆炸意味着失敗，但航天工程師害怕的卻是另一件事，沒有數據。因為一次爆炸意味着數萬個傳感器記錄下系統極限狀態，意味着軟件模型得到修正，意味着設計缺陷被提前發現，意味着下一次飛行更接近成功。對於普通人來說，火球意味着結束；對於工程師來說，數據意味着開始。事實上，許多關鍵問題根本無法依靠計算機完全預測。即便今天擁有最先進的超級計算機，擁有人工智能輔助設計，依然無法100%模擬真實飛行環境。因為現代火箭實在太複雜了，它擁有數百萬個零部件，涉及空氣動力學、熱力學、流體力學、材料科學、電子工程、軟件工程和控制理論，任何模型都只是現實的近似。所以，真正的答案只能來自真實測試。航天界一直有一個殘酷規律，很多技術不是設計出來的，而是炸出來的。一次失敗換來海量數據，換來設計修正，換來軟件升級，換來下一次成功。所以回頭再看藍色起源的辛格倫爆炸，它當然是一場失敗。沒有人希望看到價值數億美元的火箭變成廢鐵。但從航天發展的角度來看，這又是一場再正常不過的失敗。今天發現的問題可能會避免未來更嚴重的災難。今天的事故調查報告可能會變成下一代火箭的改進方案。航天發展從來不是一條筆直向上的曲線，而是一條由無數失敗鋪成的道路。每一次爆炸都像一次昂貴的學費，痛苦、漫長，卻又無法避免。如果未來某一天人類真的在火星建立城市，如果未來某一天人類真正成為跨行星文明，人們或許會記住第一次登陸火星的飛船，但不要忘記，在它成功之前，一定有無數火箭曾化作夜空中的火光。因為宇宙從不會因為人類渴望成功而降低門檻，它只會把所有答案藏在一次又一次失敗之後。而人類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，也許正是從那些燃燒的殘骸開始的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